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時代觀景，我係邢福增。今集嘅主題係傳教士係帝國主義侵華嘅工具嗎？好想從一本著名嘅學術著作一齊去思考呢個問題。凡係修讀過中國教會歷史嘅人，對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呢本書應該唔會感到陌生。呢本書嘅作者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星。係1981年4月初版，今年啱啱好40週年。喺中共建國之後，喺史學研究領域進行史學革命，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史學研究嘅指導思想。喺史學革命嘅主流論述下邊，針對基督教喺中國歷史嘅傳播同發展，建立咗所謂控訴史學嘅正統。意思係基督教係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嘅工具，必須要進行全方位嘅控訴。而傳教士都係披住宗教外衣嘅帝國主義走狗。不過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政府推行改革開放，雖然改革開放主要集中喺經濟領域，但同時亦都需要喺意識形態方面去揚棄教條主義。所以點樣評價近代來華傳教士同埋宣教運動，成為咗思想解放領域入邊一個好重要嘅戰線。傳教士係唔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嘅工具呢？抑或係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嘅載體呢？文化侵略同文化交流應該點樣去區別啊？呢啲問題開始受到中國大陸學術界嘅討論同埋關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係文革後中國史學界第一本關於近代來華傳教士嘅研究。到底呢本書又反映咗一種點樣嘅史觀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主任陳旭祿教授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撰寫序言，喺入邊佢一方面承認傳教士係被一部分人睇作為披住宗教外衣嘅帝國主義分子，另一方面佢又指出傳教士還是有傳播宗教嘅一面，好多善良嘅中國人信咗教，吃教同埋仗勢嘅惡棍畢竟只係少數。所以佢呼籲需要一部系統同完整嘅專著去總結西方傳教士喺中國嘅行徑。陳教授指出，呢本書原來係屬於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史嘅項目，後來改名成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由研究課題嘅定位到專書嘅命名，正好反映咗呢部史著背負嘅沉重歷史包袱。根據顧長星嘅憶述，書名嘅更改先後經過多重嘅審批，包括負責項目嘅華東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室、華東師大嘅校長、高等教育局、上海市委宣傳部，最後由退休嘅宗教幹部羅竹峰決定。當時陳旭祿教授同顧長星講話，思想解放唔可以過咗頭，書稿要經過層層審查，宗教問題好敏感，仲有一個時代局限嘅問題，走過咗頭就可能唔能夠被通過。所以顧長星為咗讓呢本書能夠出土，佢決定先喺3個問題上面作出突破。3個問題係基督教係精神侵略，傳教士都係帝國主義分子，中國基督教徒都係賤民。至於其他嘅問題，佢覺得可以留待日後再議。終於經過5次修改、5關嘅審查，1981年終於能夠出版面世。從頭先所講嘅出版背景可以睇到，作為文革後中國大陸第一本中國基督教史嘅學術著作，的確帶住深刻嘅時代烙印。一方面
文革極左思潮雖然被批判，但左嘅史觀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書名最後可以由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史改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似乎又預示咗一個新時代嘅來臨。顧長星承認佢就係需要喺時代局限同思想解放之間去取得平衡。但呢本書當我哋讀完之後，感受到整體立論上其實仍然係受到時代局限嘅限制。當時香港嘅湯漢神父曾經撰寫書評，評論呢本書內容係從馬克思主義嘅政治眼光去評述傳教士喺近代中國嘅活動，目的係要指出帝國主義利用傳教士侵華，以及傳教士點樣依託同推行帝國主義嘅侵略政策。全本書對傳教士仍然係貶多於褒，好少提及傳教士喺精神層次上嘅貢獻。不過顧長星又指出，呢本書喺中國大陸其實係受到極左思潮唔能夠轉變過嚟嘅好多嘅批評，話佢為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樹碑立傳。傳教士點可以同近代中國放埋一齊呢？呢本書受到唔同嘅評價，顧長星形容為左右開弓。1982年底，《人民日報》刊登一篇宋堅之所寫嘅書評。書評一方面肯定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剝去咗傳教士嘅偽善打扮，得出咗傳教士嘅活動喺總體上係有利於帝國主義嘅對華侵略。各國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係帝國主義侵華活動嘅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傳教士嘅動機仍然帶出咗傳播先進嘅科學文化，滴入咗科學甚至乎係民主政治嘅新鮮空氣嘅效果。宋堅之認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用咗較多嘅筆墨去披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嘅罪行，卻對傳教士介紹西方先進嘅科學知識、溝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嘅處理，使人感到略嫌分量不足。可以話《人民日報》呢個書評多少擋住咗中國內部左嘅聲音。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一版印咗6500本，好快就賣完啦。喺1983年出版咗二冊。顧長星喺二冊嘅重印入邊作出咗一啲嘅修改，特別係刪去咗關於文化侵略嘅表述。例如喺第10章嘅教會慈善事業入邊，原來提及帝國主義嘅文化侵略政策，佢改為帝國主義嘅對華侵略政策。原來嘅推行文化侵略嘅手段，佢改為收買中國人心嘅手段。佢喺重印嘅附記入邊，亦都承認自己對一部分傳教士喺溝通東西文化方面嘅橋梁作用係展述偏少，對曾經同情同支持過中國改革同革命嘅傳教士，亦都冇寫入。關於傳教士同中西文化交流嘅關係，顧長星係要留到1991年第2版嘅時候，先至有機會作出詳細嘅展述。喺1991年第2版入邊，顧長星新增咗2章。第一章係聖經喺中國嘅傳播同埋翻譯。佢指出，中文聖經除咗傳播教義，有助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嘅創新之外，又引進咗民主、平等同人道思想，改變咗中國人嘅生活習慣，促進咗白話文嘅提倡同埋掃盲運動，以至到介紹咗先進嘅印刷技術。佢最後話，隨住我國嘅對外交往擴大，開放政策嘅發展，
今後聖經喺中國還將喺各方面產生一定嘅影響，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精神文明嘅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喺另外一章新增嘅題目係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顧長星從文化交流角度去討論傳教士嘅工作，係促進咗中國近代化嘅過程，亦都幫助咗西方認識中國。當然，顧長星亦都承認喺交流過程入邊有衝突，甚至乎係嚴重嘅衝突。但喺20世紀上期開始出現咗融合。佢又指出文化交流係雙方面都有益處嘅，只能夠係相互滲透，唔會一方取代另一方。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消長升沉就會促成生態平衡。可以話1991年新增嘅2章係從文化交流角度切入，正好反映咗當時中國大陸學術界喺中國基督教研究方面係傾向咗宗教係文化嘅一種嘅論述。到2004年，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出版第3版，顧長星再新增一章傳教士對中國嘅貢獻同存在嘅問題。佢承認評價近代來華傳教士係一個敏感嘅課題，所以佢從6方面去指出傳教士嘅貢獻同埋存在嘅問題。貢獻方面包括咗輸入基督教、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出版工作、教會、學校、醫療、救濟，最後係傳教士嘅獻身精神，同情中國嘅進步事業，反對外來侵略。至於存在問題方面，包括咗依賴不平等條約，帶嚟文教衝突。部分嘅傳教士佢哋從事不當活動，對中國文化嘅征服心態，違反咗政教分離嘅同埋信仰自由。最後係傳教士直接嘅支配同埋控制傳教同埋附屬事業，掌握咗行政權、人事權同埋經濟權。然後顧長星又總結咗正反2方面嘅教訓。正面包括咗7方面，係喺教育、婦孺、福利方面嘅先驅，喺醫療、公共衛生工作方面嘅推動，鄉村服務、城市社會服務、成人教育、聖經嘅翻譯同埋傳播，培養中國信徒、教會領袖，提倡咗體育精神，最後係基督教嘅家庭生活。至於負面嘅教訓，佢提出咗17點，包括咗教會自養落實得唔夠，教會嘅教育醫療事業發展大大超過咗教會本身，擁有過多嘅外國人支配教產同中國人嘅隔離，太多嘅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知甚少，太多嘅傳教士對教會控制太多，教會唔夠本土化，真正有價值嘅基督教作品不足，教會機關化，忽略咗宗教生活，某啲嘅事工耗費過多，混淆咗基督教同西方文明。基督教嘅發展集中喺城市，同西方殖民主義同埋商業剝削嘅關係，太過偏重中產化，脫離咗貧苦大眾，接近官吏知識分子同埋富有階級。仲有傳教士嘅白種人優越感，傳教士對遴選教會領導人嘅影響，最後係曾經為軍隊服役嘅傳教士所帶嚟嘅負面影響。正如顧長星喺另一篇文章指出，佢話我對傳教士喺近代中國嘅活動嘅結論係，既有友誼，亦都有侵略，唔應該絕對化否定或者肯定。佢又總結，我從開始搜集到完成《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呢本書嘅第3版，盡可能嘅係擺脫東西方意識形態嘅束縛，依據司馬遷嘅治史方法，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由1981年初版，經過咗3次嘅改動，到2004年嘅修訂3版，正好見證咗中國大陸喺文革後到改革開放，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範式轉移嘅縮影，可以話係標誌住對帝國主義侵華論述嘅揚棄。當你睇住2004年嘅修訂3版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呢本書其實係呈現咗2種唔同嘅史觀，包括咗第1章到15章，仍然見到好明顯嘅文化侵略嘅痕跡，但係到16到18章，卻係凸顯咗文化交流嘅貢獻。2種史觀並存，正好反映咗中國大陸學術界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嘅狀況同埋限制。有人話研究中國基督教史係一門好危險嘅學問，因為觸及好多敏感嘅課題。但係喺改革開放，亦都見證住中國基督教史由顯學變成顯學，受到更多人嘅關注。好多學者投入研究，由顯學到顯學，我哋仍然睇到政治因素喺唔同程度上邊嘅制約。顧長星對傳教士與傳教運動評價嘅轉變，一方面可以理解成為整體中國學術界擺脫教條主義，越嚟越務實嘅去研究呢個課題嘅結果，但另一方面，其實亦都涉及咗佢個人同基督教之間嘅關係。喺2006年，台灣宇宙光機構為咗紀念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出版一套論文集嘅系列，其中亦都收錄咗顧長星嘅文集，書名係《傳教士東來傳救恩論文集錦》。顧長星喺自序入邊咁講：僅以此書獻給紀念馬禮遜來華200週年大會和在國內外所有嘅基督徒，願傳教士喺過去142年撒喺中國大地嘅福音種子，能喺所有嘅傳道人辛勤澆灌同維護下結出豐盛嘅果子，把一切嘅榮耀歸於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我哋好清楚見到喺呢個自序入邊，顧長星強調佢作為一個基督徒嘅身份。一直以嚟，顧長星俾人嘅印象都係一位學者，從事中國基督教史嘅學術研究。到底佢個人同基督教信仰嘅關係係點開始嘅呢？中間又經過咗啲點樣嘅歷程？同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呢本書嘅幾個版本嘅修訂有啲咩嘅關係呢？我哋留返下一集先至再講。今集到呢度，再見。